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这辈子能不能留住财富，能不能安享晚年？答案每天都在泄露，不是泄露在你的脸上，不是泄露在你的银行账户，而是泄露在一个你从没注意过的地方，你走路的姿势。对，就是你每天走路的样子。老祖宗留给我一句话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相貌不如骨相，骨相不如动相。一个人的命运藏在他的动作里，藏在他每一步的脚步声里。你走路轻浮弹跳，是在漏财；你走路拖沓沉重，是在拖垮运气；你走路头往前冲，是在把福报一步一步踢走。而这一切你浑然不觉，每天还在重复。今天这一期，我要把这个藏在日常生活里最深的因果规律彻底讲清楚。哪3种步态正在悄悄偷走你的晚年福报？什么样的脚步才是真正的贵人气场？听完这期，我保证你走出门的第一步就已经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国学进化论，请现在点下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没有焦虑，只有真正能帮你稳住下半生的智慧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前几期聊了面相，聊了体型，聊了身上某些地方的肉代表着怎样的福报。今天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个每天都在做却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你注意过自己走路的姿势和脚步声吗？在现代社会，大家都讲究一个快字，走路生风，急急忙忙，好像走得越快就代表效率越高，事业越忙，人生越充实。我们每天在捷运站里，在菜市场里，在办公室的走廊上，看到的几乎都是行色匆匆、低头赶路的身影。大家好像都在追着什么，却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追什么。但是国学进化论今天要告诉你，在传统的相学和因果法则中，这种走路生风的姿态恰恰是大忌。古人讲贵人语迟，步履稳重。你注意过吗？那些真正有分量的人，说话不急，走路也不急，他们每一步都踩得结实，每一个转身都不慌不乱。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事情要做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练到了那个境界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，内心始终有一根稳稳的锚，把灵魂固定在当下。你走路的样子就是你灵魂的姿态，它正在悄悄泄露你的命运，甚至决定了你晚年能不能留住财富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哪3种最常见的走路姿势，正在无形中漏掉你的福报，又是哪种步态能帮你稳住下半生的财库。在我们深入之前，我想先问问屏幕前的你一个问题。此刻听到这里，你觉得你平时走路是哪一种状态？请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，是急匆匆、拖拖拉拉，还是还算稳重？3个选项对号入座。我们看看我们频道里哪种步态的朋友最多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题。第一种漏财步，脚跟着地，走路轻浮弹跳，我们叫它雀跃步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走起路来像踩在弹簧上，脚跟几乎不怎么着地，一颠一颠的，轻飘飘的步伐里有一种掩盖不住的急促与浮动。这种步态在传统相学里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，叫做雀跃步。雀是麻雀，麻雀是可爱的，但麻雀有一个特点，停不下来，坐不住，东张西望，没有定性。雀跃步的人走路的状态就像麻雀脚底下轻飘飘的，好像随时要飞起来，却始终落不了地。这种步态代表着心浮气躁，根基不稳。有雀跃步的人往往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，想法极多，但定力不足。今天想创业，明天想换行，后天又觉得投资更好。
脑子里永远有新的念头在冒泡，却很少有一件事真正做深做透。刚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，热情高涨，但过不了多久，那股热情就消散了，又开始张望下一个机会。这种人在职场上很难获得深度的信任，在生意上很难积累起稳固的口碑，在感情里也很难让对方真正安心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脚跟不着地代表肾气不固。脚跟在中医里是肾经的反射区，肾藏精，主骨，主一个人的意志力与定力。一个人如果脚跟落地轻浮，说明他的肾气有所耗散，意志力容易涣散，很难在一件事上持之以恒。而定力恰恰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财富密码。从因果能量场的层面，我想说得更深一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们常说一个人脚踏实地，这4个字不只是一个比喻。一个人走路时，脚掌与大地之间的接触，在能量学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大地在五行里属土，土主财，主稳固，主包容。每一次你的脚跟实实在在踩在大地上，你都是在与大地的能量场建立连结，在接受大地给予你的托举与滋养。而雀跃部的人脚跟轻点，与大地接触是仓促而表浅的，这在能量场上叫做气不下沉，财不聚地。你连大地都踩不实，怎么可能接得住天降的财富？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走路的朋友，请在评论区打出雀跃部3个字，让我知道你认出谁了。第二种，漏财部，鞋底拖地，脚步沉重拖沓，我们叫它拖沓步。这种步态恐怕很多人听了会心一惊，因为它实在太常见了。走在路上，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？刺啦刺啦，鞋底贴着地面摩擦，一步一伸，沉重而无力。走这种步态的人，鞋跟往往磨损得特别快，因为脚根本没有从地面上抬起来，是在把自己一步一步拖过去的。这不只是一个习惯问题，这是中医里讲的肾气不足、神不守舍的外在显化。一个人为什么会走路拖沓？因为他累了，不是身体上的累，而是灵魂上的疲惫。他在生活里承受了太大的压力，在人际关系里受了太多的委屈，在事业上碰了太多的壁，在家庭里扛了太多说不出口的重担。久而久之，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深重的被动感，觉得人生不是在活，而是在熬。这种感觉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从内心渗透到身体，最后呈现在最细微的行为细节上脚步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一个人心情很好，充满期待的去赴一个约，他的脚步是轻快的，有节奏的，甚至带着一种微微的跃动。而当他拖着疲惫的心去完成一件完全不想做的事情，他的脚步就是沉重的、涣散的、毫无生气的。拖沓步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他泄露了一个人当下的状态，而是它会形成恶性循环。一个人拖着脚步走路，他的气血运行是滞涩的，他进入任何一个空间，带来的都是一种沉郁的能量场。久而久之，身边的人开始感受到这种沉重，开始不自觉地回避机会，好运悄悄绕道而行，生活的气场越来越暮气沉沉。这不是命，这是一个人在用自己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地把好运气从生命里拖走。此刻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脚步特别沉，心里很疲惫，请在评论区打出2个字：太累。我想知道有多少朋友此刻正在这种状态里撑着。你不是一个人。
第三种漏财步，头往前冲，身体跟在后面，我们叫它前倾步。这种步态在现代社会里最为普遍，也最容易被忽视，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努力向前的积极姿态，但事实上它是三种漏财步里因果代价最深的一种。走前倾步的人，你仔细观察，他的头总是探在身体前面，脖子微微前倾，肩膀有点内扣，整个人的重心是靠前的，好像大脑已经飞奔到了下一个目的地，身体还在后面追赶。这种人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状态，他的心永远不在此刻。他坐在饭桌前，脑子里已经在想明天的会议，他和家人说着话，眼神已经飘向了手机里的讯息。他明明身体在休假，灵魂已经开始焦虑下周的工作安排。他的头永远比身体快一步，他的思绪永远比脚步快一步，他的焦虑永远比快乐快一步。古人把这种状态描述为神仙行行未动，灵魂已经逃离了当下的身体，飞奔向了一个还不存在的未来。在那个未来里，充满焦虑、计算、担忧、防御。这样的人是最辛苦的，他们往往是周围人眼中最负责任、最操心的那个人。但讽刺的是，他们享受到的快乐往往是最少的，因为快乐只存在于当下，而他们从来不在当下。他们的每一个当下都被下一个未来的焦虑占据了。这就是传统相学里说的劳碌命的根本成因。不是命运故意让你劳碌，而是你的心态让你主动选择了劳碌。从能量场的角度，前倾步会让一个人的能量持续向前方散逸，无法在自身形成一个稳固的场域。财富和福报是需要在稳定的场域里才能凝聚的。一个能量不断外泄的人，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水缸，无论向里面注入多少水，都留不住。此刻你对号入座了吗？雀跃步、拖沓步、前倾步，你中了哪一种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打出你的步态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种步态里面哪一种在我们频道里占了多数。讲完了三种漏财步，很多朋友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有点不安了。对号入座之后，发现自己或多或少都有其中一种的影子，但请不要焦虑。我们今天讲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你否定自己，而是为了让你看清楚，然后做出改变。因为步态是可以调整，当你的步态改变了，你的心态就改变了，你的心态改变了，你周围的能量场就改变了，能量场改变了，你吸引的人、吸引的事、吸引的机遇就全部跟着改变了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几千年因果法则最朴素的运作方式。但在我们进入实操心法之前，我想先带大家看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有大福报、大贵气的人走路的样子。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，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要避开什么，却不清楚真正应该走向哪里。真正命好的人走路是什么样？我们都听过一个词，叫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这句话说的是一种心理境界，但这种境界最终一定会呈现在一个人步伐里。真正有大福报的人，走路时脚跟先着地，步伐均匀，不疾不徐。哪怕心里有天大的急事，走起路来也是稳当。不是因为他们迟钝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外界的压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根已经扎得足够深。身外的风浪摇不动他们内心那根定海神针。你去观察那些真正做成过大事的人，不管是商场上的老前辈，还是那种在邻里间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走路时身体是直的，头是正的，
目光是平视前方的，脚步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稳节奏感。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不需要说一句话，整个空间的气氛就已经悄悄地稳了下来。这就是贵人步带来的气场。这种气场从哪里来？从心里来。一个人的脚步之所以能够稳重，是因为他的心已经不再被外界的每一个风吹草动牵着跑。他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他知道不管眼前的路有多崎岖，他都有足够的底气走下去。这种确定感就像一棵大树根系在看不见的地方深深地抓住了大地。我曾经听过一句话，觉得说得极好，心稳了，脚步就稳，脚步稳了，你的江山就稳，你每一步都结结实实地踩在大地上。这就是在跟宇宙大地接通能量，大地能承载万物，自然也能承载你下半生的一切福报。所以贵人步的本质不是一种走路的技巧，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安住当下，根扎大地，从容前行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3步调整步态，重塑晚年风水的实操心法。第一步，开启觉察。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永远是觉察。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你看不见的问题。从明天开始，当你出门走路的时候，做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把耳机摘下来，把手机放进口袋，花整整1分钟的时间，静静地听一听自己的脚步声，就只是听，评判不分析，只是听你的脚步声是沉稳有力的吗？还是拖沓涣散的？还是急促轻浮的？你的脚跟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踩在地上？你的头是正的还是一直探在前面？这1分钟的觉察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。当你开始听自己的脚步声，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的世界收回来了，回到了你自己的身体，回到了此时此刻这一步。你的心在这1分钟里是真正安住在当下。这种安住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。我们太习惯把注意力投向外部了，投向手机，投向别人的评价，投向未来的焦虑，投向过去的遗憾。我们很少有机会安安静静的回到自己身体里，听一听自己此刻的状态。但这个能力恰恰是下半生最宝贵的能力。一个能够觉察自己的人，才能真正主导自己的人生走向。一个连自己脚步声都没有听过的人，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方向盘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每天1分钟听自己走路，就这一件小事坚持下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它带来的改变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第2步，刻意练习慢下来。这一步对很多习惯了急匆匆的朋友来说，可能是最难的一步，因为快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，甚至成了一种让你觉得安全的状态。快好像代表着我很努力，我很认真，我没有虚度时间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的快很多时候不是效率，而是焦虑。你不敢慢下来，因为一旦慢下来，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你一直在逃避的东西内心的空洞，或者是某一个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问题。快是一种麻醉剂，让你用忙碌来填满那个空洞，让你用急促的脚步声盖过内心那个细小却清醒的声音。所以慢下来其实是一种勇气。从今天起，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急匆匆的时候，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话，慢一点，天塌不下来。然后真的慢下来，让脚步的节奏降下来，让呼吸深一点，让肩膀松一松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觉得非得马上解决的事情，其实大多数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紧急。而你刻意放慢的这一步，
带来的不是效率的损失，而是大脑的清醒和心神的凝聚。有一个心理学上的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主动放慢自己的行走速度，他大脑中与焦虑相关的神经活动会显著降低，而与决策判断相关的前额叶活动会增强。换句话说，慢下来你反而能做出更清醒、更正确的判断。这就是老祖宗说的欲速则不达背后的科学支撑。慢不是落后，慢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快。放慢脚步就是放过自己。第三步，体会脚踏实地的触感。这最后一步是三步心法里最有身体感的一步，也是最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练习的一步。走路的时候，把你的注意力带到你的脚底去，感受脚跟第一个触地的那个瞬间，感受脚掌从后向前慢慢滚动的过程，感受脚趾最后轻轻发力离地的那个动作。就这样一步一步，把所有向外漂浮的能量，通过这个觉察的动作，深深的往下沉，往大地的方向扎。这个练习在中医里有一个专有的说法，叫做引火归元。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能量太浮了，思绪飘在脑袋上方，焦虑悬在胸口中间，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走，往外散。而引火归元，就是把这些浮动的能量重新引导，回到我们身体的根部，回到脚底，回到丹田，回到那个稳固的核心。当你的能量开始往下沉，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踏实感。那种感觉不是沉闷，不是迟钝，而是一种非常安稳的脚踏实地的清醒与从容。这就是最好的改运修行。不需要去庙里求签，不需要花钱买什么开运法器，就在你每天必须走的这条路上，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。好，今天的智慧我们走到了最后，让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凝聚成一句话，让它深深地留在心里。人生的路很长，走得快不如走得稳。别让你匆忙焦虑的脚步踢翻了老天为你精心准备的福报。你每一步走得结实，每一步走得安稳，那就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天地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来接住我下半生所有的好运与福气。智慧的道路上，我们都是行路人。如果今天这一期的内容让你有了一份新的觉察，让你愿意从此刻起放慢脚步，稳稳当当地走向属于你的晚年大财库，请你点一个赞，这是对国学进化论最温暖的支持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更多真正有温度、有深度的国学智慧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准时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们在智慧的顶峰等你。现在请在评论区打出这4个字：步履稳健。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今天立下的共同心愿。让我们一起稳住脚步，稳住气场，稳稳地接住下半生老天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。